这台车窗从别的地方拉过来以后，接上电没反应，按所有的按钮都没反应。让我来看一下是哪里的原因，直接去配电箱。挺新的。不，窗子是很新，电都没有动过。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？没电啊，现在是有电的啊，一听有电啊，但是这个其他的一概都不好用，运行不了，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就感觉是急停了啊。好，就感觉是处于急停状态。但是你看，哎呀，这手绘肯定可以。哦，好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我以为两个急停。然后上面这些保险全部查过了，保险丝全看过了，没有全看过了。好的哈。行，我给你测测。这个是临时接了个灯垫，那可不敢这样接。这是拉下来就没有了。啊，可不敢这样接。这个是地线。啊，这个地线啊。可不敢。上面零线没接啊。啊，接地线。啊，可不敢这样接啊。行，我给你测一测吧。这个应该不难，很简单，就是哪个电卡住了，我就这么感觉。我以为这是暂停急停那边卡住了。这个变压器两边的电都量过了，24伏没问题了。24伏到这儿都没问题。24输出也没问题。然后保险丝都看了。保险丝也看了。这个你找保险丝。这个找个保险丝。这是 F6几？F62啊。坏这个保险丝是 UVW-W13，也就是下边这个交流接触器的交流接触器主线控制电机的。等一下换个保险。保险丝没问题，那就测一下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有没有正不正常，看看电压。他们说测的正常，我得再测一遍。电压正常的，输出是正常的。变压器输出没问题，也就是说电源没问题，那就看控制电路这一块。先看一下它这个电路图，这一块就是启动、停止控制电路，这个应该是急停开关。那就先测一下这个7和0之间有没有电压。下边是接触器线圈，7和0，在端子这个位置测7和0之间的应该24伏，没有，7没有电，7在这儿，从这儿来的。刚才测的那个端子就是这个位置7，它这个7这个电源是从变压器出来的。既然7这个地方没有电压，那就往上找找19，上面还有21、12，反正这3个点看看有没有电压。它这个上面有12，看到12了，测0和12的电压，看有没有，对准12，有24伏有，这也就是说保险丝出来是有的。那再往下呢，看这里下边这两个线号，对准0，有个21是空的没接，那就对准19，这头对0，测没有电压，没有，19都没有，这没有21，也就是说它这个电路就是12直接到19之间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什么开关，那就捋12到19之间接的什么线，看一下。像这种普车的控制电路比较简单，有电路图，问题更好找，在这儿看一下，拽出来了这两根线，一个接19，一个接12，顺着管进了设备里边去了，就是这根线。12到19接的什么呀？就是现在能猜出是什么开关吗？这里面主轴箱上哪里找电？这里没有电。这了，就是它。你摁着试试。
是他的事吗？有可能。门禁开关这个有可能。要吗？这个不用，就平时锁上行了。我给你短接就行了呗。有可能是什么？它一这样拉过来以后，它咚咚咚震动。就是它。我按下去。哎，好，可以了是吧？好了。一看着这个油带我就明白了。哎，现在有了。你得把那个得调往外调一调，没顶住，我得给你调一调。这事儿都没有，估计就是这儿的事儿啊。他原来忘了这儿还有个门了。哎，他原来先憋实了啊，原来它坏了不好用，这不他们直接当时用胶带粘死了。对。我一看这个胶带我就想起来了，我直接粘死算完了。对。好了，现在开一下看看。应该朝这的，往这面打还转，往那边打是刹车啊，反转。应该是往这的啊，它是这样的，调一下线吧。电机反转，调一下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里应该是我们这最大的一个商场。说中央空调跳闸，年前年后跳2次了。生活电都有显示了。就是控制风机的，控制3路风机的，但不一定拿一个跳是吧？之前就是跳了以后找人修了以后，修好以后就是半个小时又跳了，你没推上去，又用了一段时间是吧？一共修了2次，相隔2个月，然后这次又跳了，然后找修空调的师傅过来，师傅说没问题，让查电路的原因，但我觉得还是空调的问题。先去看一下跳的哪一个电闸。2次跳闸跳的都是这个 B， 这是一个单批的小电闸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来之前都讲好了，空调的问题我不修，因为我不会修，我只找电路的原因。这不是漏电保护器，是个单批的空开，它跳呢线路有可能是短路。我拉下这个电闸看一下吧，看一下那个面板还有没有电。面板没电了，3个面板都没电，也就是说那个空开控制着3个面板，3个面板又控制风机，就是往下吹风的风机。那是风机有问题吗？还是过来的这个线路有问题呢？通风管道、风机都在这吊顶里边，怎么去测呢？怎么来找是哪个风机的问题呢？不好测。风机送上电看一下，这种情况它要是现在跳闸，一送电就跳闸，那还好说。但是现在看一切都正常，谁来了看看都说没问题，面板也被他们拆过了，也都看过了，说没问题。找来了一个梯子上房顶看一下，好不好修先打开看看，既然来了看能不能发现问题。我觉得这一根线应该是风机的线，电源线。再往上看，都是从这个接线盒接出来的。除了风机的线，还有这是什么线？电磁阀。电磁阀的线，有好还2套电磁阀。那我可以理解为这一个面板控制着2个电磁阀，然后还有这个风机，应该是这个原理。给面板断电，拆开面板，这3个面板都打开，里面有接头。哇，线那么多，你看线有破皮的地方，中间这个红线破皮了。如果破皮了，它会打到下边这个底盒吗？底盒是铁的，那这个破皮的线有没有打到底盒呢？没有打火的痕迹。这样3个都拆开了，没发现有破皮打火的地方。把每个面板的零火线拆下来，现在上面只剩风机和电磁阀的线，测量每个风机线和电磁阀线与零线之间的电阻。
风机，这3个风机嘛，这是与零线之间表针摆动位置一样。那这个缠胶带，这2个是不是电磁阀？记住表针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电磁阀是不是要拆下来测量一下？测量2个电磁阀的火线与零线，表针的位置还是摆在那个位置。2个电磁阀的电阻是一样的。看第2个面板，同样测量这几根线与零线之间表针摆动的位置，与第1个一样的风机的线，电磁阀的线摆动的位置也是一样的一样。我不知道这样测能不能找到故障原因，我这也是碰运气。看一下，表针摆到这个位置的是风机的线，这每一个3个风机的线吗？3根，测的电阻都是一样的，表针摆动的位置也是一样的，那这2个就是电磁阀喽。位置和前面那些电磁阀的位置不一样，再看一遍，摆动很小，这2个都摆动很小，电阻异常。那接下来怎么去测呢？去找啊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把没问题的这2个面板接上离火线，然后通上电。接下来就挨个来打开这些房顶房顶的检修口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风机的位置，测一下。现在只要是火线上带电的就是正常的，电笔感应到线上带电。看一下风机，风机也是有电的。那就接着找下一个检修口，看有没有。这不有电磁阀？这不有电磁阀吗？够都不好够啊，这么远。高中低，它这个高中低是红线、绿线和黄线。没有电，加个零线。拿腕表我测一下吧。他们来了以后说线路的问题，不是空调的问题啊。高中低它是线圈儿，风机是黄、绿、红3根线，黄、绿、红这3根线电阻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没调零，所以和城市档测的电阻值不一样，但可以确定这个线圈是正常的，在下边测的都正常，所以说就看这2个电磁阀了。在下边测的电磁阀电阻不正常，用电笔测也没有电。把电磁阀的线头扒开看一下，测的电阻看应该表针有摆动的，它这个没有，可以说这个电磁阀已经坏了。也就是说它2次跳闸都是因为电磁阀的线圈烧了2个电磁阀，它这个需要换一个新的电磁阀。这样这个跳闸的原因就找到了，是这2个电磁阀的问题。修空调的师傅说的对呀，确实不是空调的问题。他这个修也简单，把电磁阀线圈拿下来，买个新的换上就行。好了，现在最边上这个面板先不启动，等他们换了新的电磁阀线圈再开，这样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